是被秦书瑶一把火烧死了吗？他们从来没有爱过。救命啊！就算是秦家真千金又如何，依然争不过我。因为我能输送心声，我随便在心里想点什么，你那群眼盲心瞎的家人就会深信不疑。归根结底，他们从来没有爱过你。等你一死，秦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不要！少女是，我自认为做好一个乖女儿，与人为亲，你们就能把我当成一家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但没想到，你们的眼盲心瞎，宠爱一个绿茶假千金，最后更是冷眼旁观，看着我葬身火海。妈妈，救救我！我这是重生回刚被扔回秦家的那一天。你说这秦家大小姐不会是在乡下待了10几年，被养父母养傻了吧？我是谁？大小姐，敢这样跟大小姐讲话，就不怕我跟爸爸告状，让你滚出秦家吗？大小姐恕罪，我以后一定不敢乱说话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滚吧！好，真爽，这就是揍恶女的感觉吗？前世我一步步的退让，只为了得到家里人一丁点的爱。这一世，我会比贱人更贱，恶人更恶，比绿茶更绿茶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拿回一切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错不了，跟兰兰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哎呀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来，妈妈抱一个。妈妈抱一个。姐姐看起来好凶的样子，会不会很难相处啊？这就是秦书瑶输送心声的能力吗？这一世，我竟然也能听到。你干什么？妈妈只是很久没见你，想抱抱你，你耍什么脾气？爸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姐姐是不是仗着自己是秦家唯一的亲生女儿，故意给爸爸还有哥哥脸色看？姐姐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让爸妈还有哥哥伤心呢？你在乡下待了18年，我看你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丢了。这一巴掌就是我替爸妈教你的规矩。妈妈，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这什么？难不成你刚回到家就想签协议找爸妈要钱？秦岚，你怎么这么心机啊？哼，一时农村养的臭毛病，看来还得好好管教管教你才行。妈妈，我从小在养父母家受尽虐待，有好几次被打得差点断气，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这是医生开的诊断报告。医生说我大脑
有永久性损伤，所以反应会比别人慢一点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是故意要躲你的。好孩子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妈妈当初就不该把你给弄丢了。不过现在你回来了，都没事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啊！有病你不早说！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立刻向你妹妹道歉。对不起。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小妹，哥错了。行了，既然是误会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兰兰，你放心，有妈妈在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欺负你啊！谢谢妈妈。正啊，正！没教养的东西，她是你妹妹，你竟然一回家就想着跟她争宠，你真是心术不正！让你争，不让你争！我没有，妈妈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啊，妈妈。秦舒瑶，你上一世靠着无冕和卖惨，害得我惨死。这一世，我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回应你。那一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呢？你这衣服穿了多少年了，这么破。兰兰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妈妈给你准备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谢谢妈妈。你喜欢就好，以后啊，你有需要，妈妈都会满足你的。姐姐回家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肯定很开心，毕竟她才是这个家唯一的亲生女儿。既然这样，我还是尽早回家吧。既然你们一家团聚了，那我就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了。哎，舒瑶，舒瑶，舒瑶，妈妈，谢谢妈妈。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衣服。以后你就安安心心留在秦家吧。兰兰，你放心，以前妈妈对你亏欠的爱，以后一定加倍的补偿给你啊！谢谢妈妈。来，我们再看一看。舒瑶，你放心，那女的只是才来，爸爸妈妈出于愧疚才对她好的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我秦氏唯一的女儿。哥哥，你真好。都是好吃的，多吃点。哇！哎呀，这衣服真好看，跟我们兰兰简直绝配。来，坐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坐下吃饭吧。有些人就算穿上名牌，也变不成凤凰人。山鸡就是山鸡。兰兰，妈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菜，就让大厨呢做了他最擅长的菜。来，快试一试。
谢谢妈妈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，那以后我就……怎么了，瑶瑶？怎么了，瑶瑶？这里面这是花生酱的味道，这里面有花生酱。你确定？瑶瑶对花生过敏，我们家连一粒花生米都没有，这花生酱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刚刚看到姐姐进了厨房，该不会……不可能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姐姐怎么会做这么恶毒的事情呢？是你干的，秦岚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明明昨天就跟你说瑶她对花生过敏，你竟然隔天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把花生酱下在她的沙拉里，你这是下毒！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兰兰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我虽然花生过敏，但还不会死。姐姐毕竟才是这个家的亲生女儿，她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。何况就算我真的说出来了，爸爸妈妈也不会帮我的。我还是忍着吧。瑶瑶，妈妈不是这个意思。妈，自从家里知道瑶瑶对花生过敏，家里是一点花生米都没有，这不是她做的，怎么可能？老公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赶紧把瑶瑶送医院，等把她的过敏治好之后，我再回来找你算账。对，快送医院去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去医院。医院人太多了，要是让别人知道姐姐故意给我喂的花生酱，姐姐肯定会被警察抓走的。我不想让姐姐去坐牢啊！事到如今，瑶瑶心里还想着你，赶紧跪下，给瑶瑶道歉！听到没有？跪下，道歉！兰兰，这次你真的太让妈妈失望了，赶紧给妹妹下跪，道个歉啊！不用了，我相信姐姐，她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哼，光凭她一面之词，你们就认定我是凶手？到底是她演技精湛，还是你们眼盲心瞎？你说什么？才回来不久啊，就忘恩负义，说这没良心的话来气你的父母，我今天要家法处置！你要造反吗？兰兰，你就别再气你爸爸了，你赶紧给妹妹道个歉，这件事情就算了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她道歉。你做什么？秦岚，你疯了，还不快放开瑶瑶！我们秦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恶毒的人？瑶瑶，瑶瑶，你不要吓妈妈呀！妈妈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瑶瑶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，但凡瑶瑶出一点事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，我已经提前叫好了医生，现在应该已经到门口了吧？什么？你叫了医生？你不是怕影响我的名声吗？所以我就提前把医生叫到家里来了。姐姐怎么忍心让妹妹去死呢？谁叫的120？我叫的。医生，我妹妹花生过敏，快给她看看。哦，不用了，妈妈，我好很多了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
你对花生酱那么过敏，很容易有生命危险的，快让医生看看。放心吧，瑶瑶，只要检测结果一出，我一定把他赶出秦家。我秦叶没有这么丧心病狂的妹妹。医生，我女儿严不严重？是啊，医生，我女儿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医生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请你一定救好我的妹妹。奇怪，她现在身体反应一切正常，根本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的症状。她真的是病人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医生，你是不是检查错了？要不你再检查一遍？我检查过好几次了，绝对没错。她身体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的迹象，不存在你们说的什么花生过敏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！奇怪，妹妹对花生根本没有过敏，干嘛这样骗爸爸妈妈？你就不怕爸爸妈妈担心你？瑶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怪我太爱爸爸妈妈和哥哥，怕姐姐一回家他们就不要我了。本来是想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没想到竟然搞砸了，怎么办？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定不会原谅我的，我要被赶出家门了。傻孩子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替代你的位置。是啊，硕瑶，你这么乖巧懂事，哥哥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妈妈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妈妈，刚才是妈妈担心过度了，现在胸口有点不舒服，我去房间休息一会儿。没事的，你妈妈肯定是刚刚过于关心你，回头啊，你跟她好好道个歉就没事了啊。你说瑶瑶最近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她以前可是从来不撒谎的。瑶瑶是我们带大的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？你呀，肯定是想多了。行了啊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距离全面引爆只差一个契机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秦家会举办一个中秋晚宴，到时候各界豪门都会来参加。瑶瑶，你带你姐姐先到公司熟悉熟悉业务，免得在今天晚上的晚宴里出洋相。瑶瑶，你可是老员工了，到了公司以后呢，得好好照顾姐姐。放心吧，妈妈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姐姐。爸妈再见。去吧。哎呀，姐姐，妹妹忘记告诉你了，这是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专车，没有你的位置。姐姐还是打车去公司吧，车费啊，妹妹帮你出了。兰兰，你这次回家呢比较匆忙，这车啊，妈妈还没来得及给你准备，今天就先委屈你了，先打车去上班吧。妈妈，小时候村里的同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，我也想要，可我养父母说我是赔钱货，不配有自己的车。爸爸妈妈，
难道你们觉得我也是个赔钱货吗？我说秦岚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？才刚回家你就找妈妈要车，你怎么能这么务实？瑶瑶，你下车，以后这个车给你姐姐坐。妈，这出来！兰兰，你放心，妈妈以后会用最好的生活补偿给你，坐上去试试看，喜不喜欢？去吧。谢谢妈妈，我很喜欢。早知道当绿茶这么爽，前世何必当个人人都能欺负的乖乖女呢？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新来的同事秦岚。这不是秦家刚捡回来的养女吗？老大，怎么什么人都往公司里招啊？就是，他识字儿嘛，可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哎，舒瑶，这种人也配当你们秦家人？就她，一个满身酸臭味的乡下村姑，平时在家里给我提鞋，我都嫌脏。哇，这太闻见土味了。这就是你的位置。这些是什么？舒瑶小姐说了，你作为新人，不熟悉公司业务，特地让我们帮帮。真是可笑。对呀，帮我？我怎么记得秦舒瑶来公司也才2个月，怎么不帮帮她呢？舒瑶小姐可是秦家千金，你一个养女也配跟她比？就是，就你这副德行，一个在秦家蹭吃蹭喝的下贱养女，让你做这些可是你的荣幸，你还敢挑三拣四？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秦舒瑶是假千金，而我才是秦家真千金。秦舒瑶不过是我们秦家下人生的孩子，她生母当初把我和她调包，让她鸠占鹊巢，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人生。你们要是傻傻的被利用，吃亏的只会是你们哟。不是这样啊，你说她是假的。秦岚，你给我闭嘴！她说她才是真千金。看舒瑶这反应，她说的好像是真的。好啊，我们原来被秦舒瑶给骗了，她根本不是秦家千金，她只是个养女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不用解释了，你说的话我们一个字都不会再信的。我看这些还是你来做吧。秦家养女，秦岚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晚秦家晚宴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！看他样子气急败坏，闹脾气啦！秦舒瑶，今晚谁让谁付出代价，可还不好说呢。
好久不见啊！这个酒上次聚会的时候也喝过。那不是那谁吗？认不出来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他就是秦家刚从乡下领回来的村妇吧？哟，还真敢来啊，胆子不小嘛。这是我秦家的晚宴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就是你欺负的瑶瑶。苏墨川，秦书瑶的未婚夫，上一世就是你联合秦书瑶害我被赶出秦家，这笔账我会跟你慢慢算。苏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耳朵不好使吗？算了吧，墨川，别为难姐姐了。姐姐现在在家里得宠，吃点亏就吃点亏，千万不能连累了墨川。放心吧，瑶瑶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得了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偶像剧中毒，还真把自己当王子了。你这里有这么多人，要是你敢对付我，秦家可不会死。你不过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也配自称秦家人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贱民。识趣的，像我们家瑶瑶自罚3杯，再跪下认错，我就原谅你。嗯？哇！太精彩了！哇！哎呀，还剩2杯。哦，还有2杯。怎么敢出现在这里？哎呀，还有1杯，还有1杯啊！秦岚，你说你乖乖死在乡下不好吗？非要跟我争宠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还给你？这次啊，我就替瑶瑶原谅你了。要是下次再敢惹瑶瑶生气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秦家挑的酒，味道还真不错。你说什么？你！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让你也尝尝。秦岚，你疯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还差最后一瓶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下我们俩亲了。秦岚，你疯了吗？敢在秦家晚宴闹事，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光顾着他，倒是把你给你干什么？救小姐，秦小姐！救我！救命啊！我全救命啊！你敢对舒瑶动手，我们苏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办？现在没有人来救你了。瑶瑶，舒瑶，那么快去救人！是。给我！瑶瑶，舒瑶，你没事吧？好啊，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伤人，秦家平时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吗？
你只看到我伤人，却没看到他们是怎么对付我的。还真是有其母，必有其子，这避重就轻的本事，真是一脉相承。你还在这狡辩！我最看不惯的就是像你这种乡下来的贱女，脾性顽劣。不用看我也知道，这些肯定都是你的错。你现在立刻跪下向我儿子道歉，不然等秦家人来，有你哭的时候。阿姨，你搞错了吧？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再说了，要是秦家人来了，倒霉的也该是他们。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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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爸爸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。没事。瑶瑶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是谁干的？是谁？还能有谁？秦家主，你养出来的好女儿啊！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秦岚干的？不是她还有谁？瞧瞧，都把我们墨川和树妖欺负成什么样了？可都是好孩子呀！秦叔叔，他不仅对我们几个人大打出手，还把树妖推下水，你要替我们做主啊！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们做主。孽女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！我自问无愧于心，为何要下跪啊？你还敢顶嘴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兰兰，你快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误会？哪有什么误会？秦家主，你也看到了，证据确凿，他还冥顽不灵。照我看，这样的恶女就应该赶出秦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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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岚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怎么说？秦家也是名门望族，你丢尽秦家的脸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把秦岚赶出！爸爸妈妈，今天公司的前辈让我多听多记，我就随身带了支录音笔，碰巧录到一些有趣的内容。你们想不想听听这里面都录了些什么？青兰，你说你乖乖死在乡下多好啊！看来秦家跟我争宠，我好不容易过上现在的好日子，怎么可能还给你？怎么这种话啊？舒瑶，这些话都是你说的。妈妈，我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树妖说的，诬陷！你这是诬陷！是真是假？找个专家来现场验证一下，不就行了？只是，恐怕检查设备的时候，曝光出来的录音就不止这一句了。妈妈，爸爸，这里面的话，确实是我说的。自从姐姐回家后，爸爸妈妈的心就一直在姐姐身上，我就像一个没人要的孤女，只是希望能得到爸爸妈妈的一点关注，才会说出这种话。这些爸爸妈妈一定不会原谅我。妈，舒瑶平日里虽有些焦躁，但是心地善良啊，肯定是秦岚从中作梗，逼舒瑶说这些话的。舒瑶的为人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没错，瑶瑶是我们带大的，知女莫若父。假如真的是她说的这话，那也是无心之失啊。要不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他秦舒瑶当众羞辱我，想把我逼出家门，就是无心之失。我为自己辩解，就是罪有应得，要被逐出家门。这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爸爸妈妈，我知道的，还以为她才是秦家失散多年的女儿。青兰，我都说了舒瑶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没看到舒瑶现在这么自责吗？亏你还是当姐姐的，你就不能有点度量吗？那要是犯错的人是我呢？
你也会让他大度一点，原谅我吗？老公，咱们这么做对兰兰不公平啊！那你说，要怎样做你才肯罢休呢？爸爸刚刚也说了，品行不端的人应该被赶出家门。他秦书瑶威胁佳姐，品性恶劣，请爸爸言出必行，把秦书瑶赶出秦家。这绝对不可能！瑶瑶从小在秦家长大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她早就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。你现在把她赶出去，那就是要她的命啊！秦岚，你就非要这么不依不饶吗？舒瑶已经认错了，你还要胡搅蛮缠，到什么时候？妹妹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刚刚你们想把我赶出秦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在外面会遇到什么险境？还是说，他秦书瑶从小在秦家长大，千金娇贵，我从小在贫民窟里长大，我命贱就该死吗？兰兰，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行，我不能让爸爸妈妈为难。爸爸妈妈、哥哥，也要只能下辈子再陪你们了。既然姐姐不能留我在秦家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哎，瑶瑶，放心吧，舒瑶，你永远是我们秦家的一份子，谁也赶不走你。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谁都不想伤害。说了这件事，我什么都能满足你。真的都能满足吗？我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真的。我想要进市场部。什么？秦岚，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你根本就是贪图秦家的权势和地位，还想进市场部？你做梦！多少海归博士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就凭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文盲，你也配呀？你哥说的对，你还小，商场很多事儿你都不懂。等你们长大些，我自然会把公司的事交给你们3人去打理的。鬼才信呢！我如果不争，这些东西只会到秦书瑶的手里。既然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就请爸爸妈妈向外界宣布，我才是秦家的真女儿，她是养女，我才是秦家唯一的真千金。毕竟，只有这一点，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。爸，不行，要是外人知道了，以后舒瑶的日子那还怎么过呀？爸爸，这件事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妈妈，我真的很想融入这个家，可爸爸和哥哥根本就不欢迎我。我想，我还是走吧。哎，兰儿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老公，如今兰儿已经长大了，是时候接管家里的事务了。而且这么些年，我们对瑶瑶这么好，光零花钱每一个月就数10万，让兰儿在外面受苦，说不过去啊。是时候该补偿补偿她了。进市场部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。爸，你不会真想让他进市场部吧？那可是公司核心部门啊！爸，拿合同，拿合同来。我真的要签了，这怎么签我就签了？这是进了，是啊。哎呦，明天开始你就去市场部报道。青兰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满意，我很满意，谢谢爸爸。你，
我也是爸爸的女儿，也想在公司里帮他分担压力，但是爸爸心里只想着姐姐，他是不是觉得我只是个养女，不配进公司的核心部门啊？爸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！瑶瑶为了进市场部，都求你求多少次了，而那个秦岚才刚回秦家，连市场运作都没搞清楚，你就让她进市场部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呢？你这让瑶瑶心里得多难受啊！瑶瑶，爸不是那意思。燕儿，你这话说的，舒瑶闯了那么大的祸，你爸爸让兰儿进市场部补偿他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妈，怎么你也……好了，都别再吵了。瑶瑶，你放心，你姐姐有的呢，你也有。正好呢，明天晚上有个招商会，你就以市场部经理的身份代表秦氏去谈合作。哎，到时候别给秦家丢脸啊！市场部经理，谢谢爸爸，我就知道爸爸对我最好了。幸会。上次刘总介绍，舒瑶，让我认识了你，最近真是不错呀。你是怎么了？怎么感觉闷闷不乐的样子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有的话你告诉我，我魏盛强第一个不放过他。是啊，舒瑶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了，谁敢欺负你啊？你尽管开口。舒瑶可是秦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谁能欺负得了她呀？姐姐回家后，不仅在爸妈面前争宠，上次晚宴明知道我不会游泳，还把我推下水，现在更是来跟我争项目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不，我这几天有点不舒服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她呀，就是那个秦家刚从乡下找回家的女儿是吧？一个乡巴佬也敢跟你作对？不是的，你们误会了，姐姐她对我很好的。舒瑶，你不用再替她说话了。你放心，敢跟你作对，就是跟我们几人作对，我们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的。是啊，舒瑶，不用你出手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他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是谁呀？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是网上啥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敢找舒瑶的麻烦，你是想找死吗？把东西捡起来。我要是不呢？我只说一遍，把东西捡起来。哼，区区一个秦家的养女，也敢在我们面前摆谱，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，摆正你的身份。养女就是养女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嚣张？野鸡就是野鸡，做再多也没有用。就算你努力，你也比不上舒瑶的一根头发。哼！识相呢，就乖乖滚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怎么吵起来了？给我滚！别让我在秦氏集团再看到你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弄你一次。这怎么还动这么呢？挥手！不要喊了！哎呀，我最讨厌傻子拿手碰我了。你不知道吗？这里有缺陷，是会传染的。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魏少呢？你这也太过分了！你个臭娘们儿，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竟敢看不起我！下手这么重吗？
秦书瑶，你在哪找的这么一帮人？智商堪忧啊！你看惹舒瑶生气，今天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瞧瞧。这女的是练家子呀，这么厉害。我自己来。亏你们一个两个还自诩上流，名门之后，结果秦书瑶不过随意挑拨两句，你们就屁颠屁颠跑出来，给他当枪使。你们这不是蠢，是什么？秦岚，认清楚你的身份，你只不过是秦家的一个养女，舒瑶才是真千金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不仅蠢，还呆。谁告诉你她秦书瑶是秦家的真千金？她只不过是我们秦家司机生的孩子。真没想到，而我才是秦家唯一的真千金。哇，天哪，这么劲爆的消息，这是假的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舒瑶，你不是说你才是秦家的千金吗？是啊，舒瑶，你说句话呀！哼，唉，被别人卖了，还替别人数钱，说的就是你们这种蠢货。秦岚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秦岚，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对我动手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姐姐，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冲动啊！别叫姐姐，我听着恶心。无论在家、在公司，还是在这个招商会，你都暗戳戳的怂恿别人来对付我，自己却躲在背后装无辜、装可怜。哼，现在出事儿了，倒想起来我是你姐姐了。救救我！看来没有人能救你了。住手！莫尘，救我！秦岚，我知道你狂妄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疯成这样，连自己妹妹都敢下手，你还不快把舒瑶给放了？苏大少，这是又来逞英雄了？怎么，晚宴上的教训没吃够啊？这是又来自取其辱吗？我那是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人士，跟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动手，掉价。怎么办啊？追你的人都是这种只会说漂亮话的傻大个儿。我真替你感到可悲呀，秦书瑶。秦岚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通知秦叔叔和几个长辈了，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。我劝你赶紧把舒瑶给放了，否则他们绝对饶不了你。秦岚，听见没有？我劝你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我叫爸妈把你赶出家门。哼，好啊，我现在就把你放了。我放了。秦岚，你完了！秦家主，舒瑶虽然不是你秦家的亲生女儿，但好歹也是我苏家未来的儿媳妇儿。你这个大女儿竟然对她下这么重的手，不太合适吧？没错，秦家主，你女儿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都破相了，以后他还怎么样见人？今天秦家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没错，今天你们秦家要是拿不出一个满意的说法，那我们孟家
就和你秦家势不两立。几位啊，先别动怒。今天呢，我一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说，为什么对你的妹妹还有几位贤侄动手啊？爸爸妈妈是他们先动手，毁了我的项目标书，我才被迫还击的。就算是我儿子先撕了你的标书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也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。不错，秦家主，在场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可不能偏心呐。你们放心，秦岚犯了错，我秦少红绝不会纵容。还不下跪，给你妹妹和几位贤侄道歉！兰儿，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，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人啊！快道个歉吧。爸爸妈妈，我又没做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你个逆女还敢嘴硬！秦家主，这就是你的好女儿，不仅拒不认错，还死不悔改。秦家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吗？没错，你秦家的大女儿金贵，打了人连个错都不想认，合着我魏家的儿子就该挨这顿打，是吗？我看这歉干脆别道了，这钱家呀家大业大，咱们惹不起，以后啊还是少来往，我们孟家呀高攀不上。我们几家向来交好，何必为了晚辈的事情伤了和气呢？你们说该怎么处置？我秦家必全力配合。这个秦岚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行事言行粗鲁，我看就得把她赶出秦氏，免得闯出更大的祸来。没错，他要是不离开秦氏，以后我们两家的合作也就没有必要再开展下去了。这秦家主，你大女儿是个什么德行，我们大家有目共睹。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丫头带到这种高端的圈层，哼，本身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负担。不如趁早啊，认准现实，把她赶出秦家，对你我都是有好处的。没错，她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，跟我们本身就不是一个世界。让她退出秦氏的项目，也是为了照顾她脆弱的自尊心呀。舒雅，你看着，这次这么多家主在场，没人能保得住她。老公，钱夫人，以后教孩子看清自己几斤几两，也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呀。可不是嘛。那好，我想魏家和孟家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你说什么？逆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秦叔叔，我想他的意思已经很清楚，仗着自己是秦家的千金身份，把我们两家不放在眼里啊。秦家主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现在居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，这是要翻了天了！今天必须把她赶出秦氏集团，否则以后我魏家的项目，秦家就别想要。逆女，我秦少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祸害？你魏家主，你们魏家来这秦氏招商会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需要我说出来吗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难道知道那件事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可是我们魏家的绝密。金兰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。我们魏家来到这个招商会，能有什么目的？闭嘴！秦小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魏家今年重点项目蛟龙工程有什么问题？我想没有人比您更清楚吧。青兰，你少在这里放屁！蛟龙工程是我们魏家的重点项目，能有什么问题？闭嘴！你走！我叫你闭嘴！爸，蛟龙工程是空壳项目的事情，这世上除了我和2位魏家族老之外，世上根本没有第4个人知道。他竟然……看来这回魏家得罪错人了。秦小姐，是小儿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你。今日之事，我魏家不再掺和。爸，凭什么呀？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你把他赶出秦氏集团，让他付出代价吧。义子，我让你闭嘴！别人拱火2句，你就替人当出头鸟，是你自己蠢。秦小姐，是小儿莽撞，得罪了你，毁了你的标书，我替他向您赔罪了。魏伯父不必自谦，魏家鸿运当头，目前在聊的项目正是翻身的机会呢。他怎么知道我们魏家在谈新项目？不对，他这是在暗示我。谢秦小姐提点。恩威并施，气度非凡，此女绝非池中一遇风又成龙。这个秦少红还真是眼蒙心瞎，不宠亲女儿，偏爱一个只知嘤嘤怪叫的养女。秦家这是亲手把雏凤往外推，怎么回事？这魏国山可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现在竟然被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黄毛丫头唬住了。这件事你们魏家虽然不掺和，但是我孟家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罢手。你伤害了我的女儿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算你们孟家活该。我打的不仅是他的脸，更是你们孟家有眼无珠人的脸。魏叔叔，这是我该做的，不必谢我。秦岚，你放肆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他可是东省商会会长，就连城主来了也要礼让他3分。你竟敢在他面前大言不惭！秦家主，虽然你是东省首富，但我孟家也不是吃素的。你敢让你女儿这么跟我说话，难道是觉得我们孟家好欺负吗？敢在孟三爷面前耀武扬威，青兰，你不死也得脱层皮了。孟家主，你误会了，刚才呢都是他的一面之词，跟我们秦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找，你就找他一个人。老公，好，秦家主明事理，那我便只找他一个人的麻烦。小丫头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给我宝贝女儿跪下来磕头道歉，要我让你在东省混不下去。老公，兰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他自己闯的祸自己扛。敢打我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孟家主好大的官威啊，就是不知道还能得意多久。秦岚，你还敢说？我爸可是刚连任了商会会长，你一个乡下来的村妇，竟然敢装到他的头上！如果是正常连任的，那当然无可争议。那要是手段不干净的话，孟会长觉得自己在这个位置还能做多久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不可能！我自问处理的天衣无缝，他肯定是在唬我。血口喷人，这是诽谤！你知道诬陷一个商会会长是什么罪名吗？我随时让你下大牢！兰儿，人家是商会的会长，不是你一个小姑娘可以得罪的，还不向你孟叔叔道歉？
孟会长，是不是诽谤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许、张、金，不要以为你在这里随便说几个姓氏就可以混淆视听了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。这里面每一个名字都够我死上10次8次。没想到这个秦岚竟然手眼通天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孟家惹不起他。信不信等会儿我爸叫你？闭嘴！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逆女！你差点害死我们孟家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，孟会长现在怕我还有很多名字都没有说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些名单交给你的死对头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不能说。秦小姐，刚才都是小女的错，她不懂事，请您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孟某给您赔礼道歉了。孟会长，道歉就该有道歉的态度。秦岚，不得无礼。秦家主，都是孟某有眼无珠，得罪了秦小姐，一切都是孟某的错。这，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对他一个乡巴佬这么客气啊？什么仇？还敢说？别人只不过是随便挑拨2句，你就上赶着给别人当枪使。我们孟家怎么生出你这种蠢货？还不赶快给秦小姐赔礼道歉！爸，你让我给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道歉？给我跪下！现在马上给秦小姐赔礼道歉，否则把你逐出家门。秦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。既然吃够了教训，下次做事就带点脑子。这要是跟错了人呢，打的可是自己的脸。是秦大小姐教训的事，还不赶快给秦小姐说谢谢？谢谢秦大小姐。真是好心机，消息这么灵通，想必是在魏家和孟家安插了人手。但我苏家可不吃这一套，就算今天只剩我们一家，你今天也必须滚出秦氏集团。这苏家可是西省的首富，与秦家并驾齐驱。这秦岚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想与苏家抗衡，只怕难如登天呢。秦岚啊，就算你侥幸拿到了一些魏家、孟家的内幕，那也是因为他们家风不正。但我们家就不会啊，长久以来，苏家一直都是家父主张大局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半点差错。就算你消息再灵通，也要挟不了我们呢。没错，实话告诉你们了，我老公现在正在海外谈一桩价值1000亿的项目。如果这个项目谈成了，我们苏家将超越秦家，问鼎京海，成为京海首富。什么？苏家竟然……趁我和你好言相劝，乖乖自己滚，不然等我老公回来了，你可不就只是滚出秦氏集团这么简单的事了。算了吧，再闹下去的话，秦家也保不了你。这次委屈你离开秦氏，日后妈妈找机会让你回公司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秦岚，你自己作死，可就没人救得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给你机会你不珍惜。等我老公过2天谈完项目回来，我定要让他替秦家好好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不用，你信不信？不用等2天，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他马上回来。还敢在这里装腔作势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正值签约的关键时期，我爸已经2天2夜都没有合过眼了，就等着最后签约呢。这个时候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爸都不会动一下。你说
你一个电话就能让我爸飞回来？嗯，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！不信？小丫头，我苏家可不比魏梦人家，想在我们面前耍花招，你还嫩了点。是不是花招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我只给你1个小时，过时不候哦。1个小时，还过时不候？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吧？哎，先不谈我爸会不会理会你这个乡巴佬，从国外到这里，就算现在坐专机起飞，也要1个多小时啊！秦家主，你就放任你女儿在这里装疯卖傻不成？兰儿，这莫川说苏家主正在谈重要项目，你说你现在打个电话，1个小时让他赶来，这我看你是脑子昏了头了，敢在这种场合胡说八道。秦家主，还不赶快把他赶出去！要是1个小时之后苏沫还没有过来，我会自己出去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！1个小时之后，我要让你哭着走出这扇门。哎呦，还剩最后1分钟。最后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，时间到，你说是你自己滚出去啊，还是我让人把你丢出去？刚刚是谁打的电话？爸，老公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苏少主不是说苏家主在国外谈一笔重要的生意，短期内不会回东省，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莫非……难不成这秦家真的是看走了眼，看漏金鳞了？爸，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哎，是不是项目提前谈完了？是啊，老公，你不是说那个项目还有2天才完成吗？怎么突然现在就回来了？秦家千金，爸，哎，是你刚刚打电话给我？是我。不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我不知道啊。你电话里说的可是真的？碧玉小区503号。怎么回事？苏董，查清楚了，你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确实被夫人赶出去了，如今正在碧玉小区里给人当佣人。清河，爸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老公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，但他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了他的话。妈，张梅，你够了！要不是秦小姐，当年的事儿我还被你蒙在鼓里。你们2个现在立刻向秦小姐道歉！爸，我让你们给秦小姐跪下道歉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不是，他先动手打的舒瑶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舒瑶可是我们苏家的儿媳妇。我看你简直是鬼迷心窍，到现在还分不清好坏。依我看，你跟秦家2千金并不般配，婚事先暂且搁置吧。爸，不行啊，我跟舒瑶是真心相爱的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爸。好，我道歉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？秦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苏沫川瞎了眼，冲撞了你。妈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老公，
墨川和舒瑶的婚事，我们一直都很看好的，你怎么突然就……你再多嘴一句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出苏家？伯父，晴儿小姐，如今你再不是我苏家的儿媳妇，我苏某人担不起你这句伯父。爸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苏家主，这两家的婚事呢，是早就定下来的，就为了小辈的闹剧，这么反悔，不太妥吧？这个秦少红到现在都没看出自己大女儿才是人中龙凤，把一个只知道卖惨薄同情的养女当成宝，还真是越来越糊涂了。钱家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别错拿鱼眼当珍珠，反而把金鳞往外推，否则总有一天，秦家会后悔莫及。哎，爸，走走走！既然连苏海这种眼高于顶的人都对我的大女儿如此看重，难不成真是我瞎了眼，看错了人？兰儿，爸以前呢对你态度很苛刻，这样，爸答应你，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怎么样？爸爸，真的可以吗？要什么尽管提。我觉得妹妹市场部经理这个位置，我很喜欢，可以让给我吗？老公，你刚才可是答应女儿了，在孩子面前不能言而无信啊。好吧，我让律师呢拟定一份合同，从明天开始啊，这市场部经理就交给你了。谢谢爸爸。爸爸，瑶瑶今天早上受伤了，头好痛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。要是我变成傻子的话，以后可就没机会报答爸爸妈妈了。我以前创业下工地的时候吃过多少苦，你不就是磕了一下桌子，破了点皮吗？怎么那么娇贵？我之前在家是怎么教你的？爸爸，瑶瑶没有。行了，看来啊，我对你还是太骄纵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所有银行卡全部冻结，反正你吃住也是在秦家，花不了什么钱，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我们走。妹妹从小锦衣玉食，没有吃过什么苦头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爸，我都听说了，舒瑶从小就知书达理，你怎么那么说她呢？我是在教他怎么做人，此事你不用再管了。爸，喂，爸，哎西，舒瑶，放心吧，爸只是一时被那青兰蛊惑了。等爸心情好一点，哥一定会想办法替你把市场部经理的位置要回来。谢谢哥哥。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走，哥带你兜风去。秦舒瑶，上一世你靠着装可怜卖乖，让秦家所有人都疏远我，甚至厌恶我。这一世，我也要让你感受感受被全世界抛弃的滋味。我们之间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哇，哥哥，你这漂移技术太厉害了！那是，你跟我可是蝉联了2届跑车俱乐部竞速第1名的冠军。你进去让我再飙2圈，一会儿就来找你。好。秦岚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跟踪我？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哼，这里是跑车俱乐部，你连跑车都没有，不是跟踪我是什么？谁说我没有？托你的福，
爸爸已经把这些年欠我的钱都给补上了，我就顺手买了一辆。倒是你，卡都被爸爸冻结了，应该没有钱买跑车了吧？秦岚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对，秦家的一切全部都是我的。你这个乡下来的贱人，动作不利。怎么吃过一次亏，还没有长教训？不然怎么说你蠢呢？就你这脑子，还想跟我斗？慢着！怎么，拿个酒瓶就想对付我？看来这教训还没吃够啊！这是又要自取其辱吗？你说等会儿哥哥看见我受伤了，他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秦岚，我说过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舒瑶，舒瑶，是这样，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！这太过分了！舒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秦家的人啊！哥哥，不关姐姐的事。要不是姐姐以为我在故意争宠，也不会一次次伤害我。要怪只能怪我是多余的。青兰，你疯了吗？舒瑶可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因为争宠而对她下这么重的手？你还是人吗？哥哥，我在家里霸占了爸爸妈妈，还有哥哥10几年的爱，姐姐生气也是应该的。舒瑶，你不要再替她说话了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所以才被她一直欺负。秦岚，我命令你立刻跪下，给舒瑶道歉。我为什么要给他道歉？他自己拿着酒瓶往头上砸，还喜欢躺在地上，这很明显就是脑子有问题。我劝劝你，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脑子吧。你说舒瑶怎么这么说话？自己给自己砸瓶子，自己还躺地上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是有秦燕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心肠歹毒的妹妹？你今天要是不跪下给舒瑶道歉，就立刻滚出去！我们跑车俱乐部不欢迎你。我是跑车俱乐部注册会员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秦少，秦岚小姐确实是跑车俱乐部注册会员，按照俱乐部规定，我们不能无故将会员逐出。秦岚，你以为靠着俱乐部的规则就可以安枕无忧吗？好，那我就按照规则，正式向你发起赛车决斗。你要是输了，就立刻给我滚出跑车俱乐部。你敢吗？我没听错吧？秦少可是跑车界的双冠王，竟然要和一个乡下的村姑比车，这下可有好戏看。看他那样子，没点像是会开跑车的呀。估计到时候连怎么启动都不知道呢。是啊。不敢比就赶紧滚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告诉你，就算爸给你钱给你买跑车，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的酸臭味儿。底层出身的人就是一辈子都低我们一等。就是，不敢比就赶紧滚！真以为侥幸生在秦家，就能够有贵族的命吗？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姐姐，怎么办呀？妹妹不想让你被赶出去，传出去了多没面子啊！就是。可是等会儿比赛出丑的话，那就更丢人了。大不了你回家，妹妹可以教你啊。如果你求我的话。教？有些事情教也教不了。开跑车跟当豪门一样，也是有天赋的。不就是开车吗？比就比。秦少，
不是，他还真敢比。跑车这项运动没有10几年的积累，就是找死。要是我说，他一上路能看到秦少的车尾灯就不错了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一会儿就让秦少好好教教他，什么才叫职业级的赛车。秦岚，现在退赛还来得及，只要你跪下给瑶瑶道歉，并且主动退会，我就可以饶你。否则等会儿开始，再想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倒是哥哥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输给我，恐怕才会后悔吧。你，秦岚，可别算我没警告你，要是开车出了事儿，半身不遂，可别向爸妈告状，说我没拦着你。你，加油！你让我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没想到他还真敢跟秦少比车。要知道，秦少可是俱乐部的双冠王，至今创下的单圈纪录无人能超过。你们说，秦少这次会领先多少圈？我赌10圈，我赌20圈，30圈。加油！哎，都发车了，他为什么还没有走？他怕是吓得连油门都不知道怎么踩喽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秦大小姐好像在数数。他不会是打算让秦少10秒再发车吧？好。哦，好快！他怎么开得这么快？只是了，看来今天能省他20圈。哥哥，你开得太慢了。怎么可能？几秒？35秒。他比秦少的最高速度还要快10秒吗？你忘了吗？他等了秦少足足10秒钟，加上这10秒，他就比秦少快了20秒。20秒，他这是在哪儿学的车啊？都快赶上世界纪录了。领先了整整20秒，这车技比得上世界一流的赛车手了。秦岚，你个乡下女人，哪学的赛车？哥哥，我刚考过了职业赛车资格证，你看。别以为这样就能吸引我注意，秦岚，你做的越多，也比不上舒瑶半分。少爷时，为了讨家人欢心，我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都学了个遍，包括秦燕最喜欢的赛车。秦燕，你没想到吧？这是我曾经渴望你这个哥哥关爱的证明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赢了。刚刚你说了什么？哼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要秦舒瑶从俱乐部名单除名。哥哥，秦岚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是你说的，什么条件都随我开。怎么，哥哥是反悔了？这里可这么多人，要是传出去，以后哥哥呀就别想在俱乐部里待下去了。把名单拿来。怎么办？难道姐姐真的要把我赶出俱乐部吗？她刚刚才在大家面前打了我，现在又让我退出俱乐部，这让我以后出去还怎么见人啊？慢着！怎么，秦大少这是不想在俱乐部混下去了？秦岚，我告诉你，哪怕你会赛车又怎么样？是你先伤舒瑶在先，凭什么让舒瑶走？
没错，你跑车跑得再快又能怎样？你打人还有理了？现在打人的都可这么猖狂了吗？还让受害者不服，简直是没天理！是啊，怎么是这样的人？太狂了！秦燕，你还真是眼盲心瞎。秦叔要说什么你都相信。哼，他要是说屎是香的，你是不是也要尝一口？你，姐姐，你怎么跟哥哥说话的呢？哥哥，他也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。没错，真相就在眼前，我还能留你在俱乐部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困扰。青兰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什么是真相？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真正的真相。调监控，把监控调来，让大家伙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。是啊，调监控。对啊，可以调监控啊。好啊，那就让大伙看看你是怎么为难我妹妹的。调！不行，不能调监控。怎么了，瑶瑶？你是不是担心他会报复你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任由他为非作歹。来，给我调监控。青兰，我要你的恶行全部暴露。不好意思啊，秦少、秦小姐，我们俱乐部有规定，除了管理层，谁也没有资格调取监控。姐姐该不会是知道有这个规定，才故意说调监控吧？说实话，姐姐应该比谁都害怕监控曝光吧？真是，还是被狗吃了。怪不得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其实我今天是应俱乐部创始人邀约，代表秦氏集团来洽谈合作的。你们说，人家会不会为了讨好我这个甲方而打破规矩呢？喂，是赵总？喂，是赵总吗？是，秦小姐，我已经与上级核对过了，他们立刻就把监控给您调过来。青兰，打了人还敢这么猖狂要监控的，你是头一个。等有证据来了，我看你还有没有脸面待在这个俱乐部。倒是好，别说我不留你，俱乐部也会不要你。就是，说对了，就是这样啊！俱乐部才不要那种烂人。秦小姐，下午的监控视频都在里面了。哥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相信姐姐应该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放心吧，瑶瑶，我今天一定会还你个公道。你说等会儿哥哥看见我受伤了，他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秦岚，我说过。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拿酒杯砸自己的头，还用来栽赃自己的姐姐？这秦家二小姐可真够变态的。谁说不是？我刚才还真的相信他。就是可惜了秦大少爷，这么相信自己的妹妹，结果这下要跟他妹妹一起被赶出跑车俱乐部喽！真狠！真狠！瑶瑶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哥哥，你听我说。完了，哥哥肯定是觉得我在故意针对姐姐，但我只是看不得姐姐对哥哥说话那么难听，想让姐姐对哥哥放尊重一点。怎么办？这下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了。哥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算瑶瑶拿酒瓶砸自己的头，那肯定是因为你平日里处处针对她，她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说到底，要不是你，舒瑶怎么会这么做？这种事发生一次可以说是我的问题，发生2次可以说是被我胁迫，3次、4次，再蠢的人也该清醒了吧？真相都摆在眼前了，这秦少还袒护他，我看呀，秦家二小姐这毛病就是被这一家人惯出来的。可怜了秦大小姐喽，明明是秦家的千金，却没人疼没人爱，被人诬陷，哥哥还偏心一个养女。秦大少简直是瞎了眼！难道我一直以来都错了？舒瑶真的一直都在栽赃，而秦岚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嘿，
大少爷、小姐们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老家主病入膏肓，危在旦夕，老爷交代了，请各位少爷小姐立即随我回秦家老宅一趟。什么？爷爷，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人老了，终归是要死的，生死自有定数。爷爷，水妖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我这就去请青海最好的医生来给您医治。这个秦舒瑶还真是不错过半点装乖乖女的机会。有限了，孩子，但是爷爷的病已经请过京海最权威的专家组看过了，恐怕无力回天了。怎么会？无妨，反正爷爷这一生也够精彩了。我过来。爸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您休养一段时间就……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数。今天叫你们过来，有一件事要宣布，就是决定秦氏集团最后的归属。上一世，爷爷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，所以他没有立下遗嘱。爸妈自作主张，把遗产都送给了秦舒瑶，包括秦家51%的股份。此后，秦舒瑶坐拥秦氏集团，顺风顺水，我却被他害得惨死。这一世，我会把属于我的都拿回来。秦燕，你自小就对管理集团没什么兴趣，秦氏接班人的位置你就不用参与了，安安心心做你的大少爷吧。你是秦岚吧？爷爷还没有好好看看你呢。爷爷，你的事情爷爷都知道了。自从你经手秦家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后，给秦家带来了不少项目，不愧是我秦家的孩子。爷爷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啊，好孩子。还有1个月，就是秦氏集团20周年庆了吧？是的吧？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这样办，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在这期间，不管你们需要多少资源，秦氏集团都会全力的配合。1个月后，谁的项目给秦氏集团带来的收益最大，谁就是我们秦家的接班人。住手！这可是我的东西，秦岚，这可是我的办公室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你的？你难道忘了，爸爸已经把你市场部经理的位置交给我了？现在，这间办公室是我的了。你的工位在外面。秦岚，秦舒瑶，现在我是你的上级，在公司里，你要叫我秦总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！这不二小姐们故意赶出来了吧？看什么看？早知道还会有这么一天。喂，盛强，你之前说跟秦家的合作，金舒瑶，你害得我现在被我爸禁足1个月，连酒吧夜场都不许我去，你这个害人精，别再打给我了。盛强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
欢你。秦舒瑶，你还敢打来？我爸不仅把我的银行卡停了，还没收了我所有的名牌包包和首饰，都是你的错！你个扫把星，给我滚！秦岚姐真厉害啊！不仅给公司又谈成了一个100亿的项目，连天道 AI 的研发项目也即将进入尾声。要是真做出来了，那可是历史性的突破呀！是啊，就是，可不是嘛！这天道 AI 的项目，秦总不知道重启了多少次，找了国内最顶尖的团队都没有完成。这秦岚姐一来没多久就完工了，可比某些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这亲生的嘛，果然就是亲生的。秦总不把位子给秦岚姐坐，难不成还给一个一事无成的养女做吗？为了庆祝天道 AI 项目即将完成，我请大家一起吃大餐。好，谢谢秦总，谢谢。妹妹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不用。走。秦岚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是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子的？是姐姐。姐姐她说她才是秦氏集团的总经理，还抢了我的办公室，还打了我，说让我滚出去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这是秦岚，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哥哥，舒瑶不敢再留在家里了，要不我现在就收拾东西，现在就走。舒瑶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让秦岚再欺负你了。你不用怕，哥会替你想办法的。办法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让姐姐永远没办法和我争。可我怎么能让我最爱的哥哥做这种事呢？哪怕我不管哥哥怎么做，我都会帮他安排好一切，绝不会留下痕迹。但秦岚可是他的亲妹妹，他又怎么会为了我这个养女做这种事？哥哥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是啊，你放心，哥会替你解决的。我秦燕，只有你一个妹妹。秦燕、秦舒瑶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1个月前，总经理就跟我说要用1个月的时间做一款震惊业内 AI 模型的时候，我都不相信。没想到秦岚姐真的做到了。有了这个，那个秦舒瑶拿什么跟我们总经理争啊？各位，我提议我们今晚一起去喝一杯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晚消费我买单，大家一起放松放松。总经理问我，走吧，走走。秦岚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他现在下楼了。他现在下楼了。我先去开车，一会儿饭店集合。好。这秦岚这么着急把我们叫到公司来干什么？还说什么给我们准备了惊喜？这不是兰兰吗？兰兰，哎，秦岚，你给我去死吧！兰兰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爸妈，哎呀！你给我站住！
秦燕，怎么是你？不说，你们惹错人了。燕儿，真的是你？你在做什么呀？兰兰可是你的亲妹妹。这个逆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是在撞死自己的亲妹妹。爸妈，你们听我解释。爸爸妈妈，就因为我被外人收养了20几年，我就身份低贱，我就活该死吗？兰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？你永远都是秦家的一份子，是爸妈的好女儿啊！没错，是我们的错，怪我。竟然教出这么个禽兽不如的逆子畜生！今天我要大义灭亲，我要将这畜生绳之以法！不要害怕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蓄意谋杀，请立刻派人把他抓起来！爸，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托你的福，我还没死。我听到动静就赶过来了。哥哥，你怎么能对姐姐做这种事情呢？舒瑶，你在说什么？不是你。哥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哥哥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有人蓄意谋杀。就是他，立刻将他逮捕。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不要啊！放开我！你到牢里给我好好的忏悔吧。走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秦氏集团的太子爷。你们敢动我，我的家人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太子爷，我们都听说了，就是你爸妈把你送进来的，你就是个连亲妹妹都下得去手的畜生。你知道像你这种人，在牢里一般会被怎么对待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申请亲属探监，让我见秦舒瑶。舒瑶，你说过你会来救我的。我在牢里面已经被关了3天了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救我出去啊？救你啊！哥哥，妹妹什么时候说会来救你了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犯了法，妹妹也没有办法。舒瑶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之前听过你的欣赏。难道你一直知道我们可以听到你心声？看来你还不算傻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故意给你们输送心声。什么？还什么东省首富秦家，简直是蠢到无可救药。哎，这些年我心声输出什么，你们就信什么，简直就像3条狗被我耍得团团转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只可惜，要不是半路来了个秦岚，秦家的一切早就是我的了。你就不怕我告诉爸妈吗？怕？怎么会不怕呢？不过，你活不到那个时候。秦舒瑶，你卑鄙，你无耻！我怎么就没早发现你的真面目？我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你要干嘛？离我远点啊！离我远点！大小姐，这二小姐确实如您所说有问题，
他最近经常出现在您之前居住的养父家中。而且，我们还从狱警口中得知，安全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大小姐，您找我。这是天道 AI 的数据元件，记得保管好，可千万不能遗失了。大小姐，您放心吧，这个 U 盘我一定会保管妥当。喂，舒瑶小姐 ，U 盘我拿到手了。这就是天道 AI 的原件，太好了，快给我！舒瑶小姐，我要的东西你可还没给我。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。明天你再陪我演一场大戏，我再给你5000万。秦岚，等着吧，明天20周年庆，你彻底无语。秦家的继承人只会是我，秦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哼！秦书瑶，明天的庆典，我很期待。干杯！我们去那边走走。走。奇怪，这庆典快开始了，秦岚怎么还没来？兴许路上有事耽误了。爸，再等等。这么重要的场合竟然敢迟到！算了，这庆典关系到秦氏的门面，不能拖。先开始吧。我宣布，庆典正式。真好看，你看她那个裙子，太适合她了。这秦大小姐果然继承了秦先生和秦太太的美貌，长得太美若天仙了吧？是啊，而且听说这秦家大小姐还是个难得一见的商业奇才，秦家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。秦岚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爸爸妈妈、爷爷，为什么迟到？对不起，爷爷，我想着今天是我们秦家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怕给你们丢脸，所以就好好打扮了一番，耽误了一会儿时间。好了，现在人都到齐了，就开始庆典吧。慢着，爸爸妈妈，在庆典开始之前，我想给你们宣布一个消息。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完成了业界首款人工 AI 驱动的金融模型。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庆典，跟爸爸妈妈宣布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这款人工 AI 金融模型能够预先洞察金融市场的走向，还能够基于未来的金融市场做出精准分析，提前布局，让我们秦氏集团抢先一步，占据先机。什么？1个月就研发出了 AI 金融系统？这怎么可能？这 AI 金融系统真如他所说的这么厉害？那秦氏的市值，那估计要翻2倍，2倍、10倍都不止啊！这可是真正的引领市场。有了这个 AI 模型，秦家只会一骑绝尘。没想到这秦大小姐不仅外表继承了秦家人的美貌，才能更胜秦家主当年啊！
秦大小姐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真的仅用了1个月就研究出了 AI 金融模型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好，不愧是我秦家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好啊！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上台啊，给大伙展示展示吧。等等，姐姐，这个天道 AI 模型是妹妹独自一人做出来的，姐姐怎么能作假呢？舒瑶，你是说这个天道 AI 是你研发的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爸爸妈妈，这个天道 AI 模型是我找遍了业内所有顶尖人士，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才做出来的。就算是姐姐，也不能剽窃妹妹的作品啊！爸爸妈妈，你们可要为瑶瑶做主啊！千兰，你妹妹说的是真的？这真的是她做的吗？他做的。上一世，为了讨得爸妈欢心，我潜心多年研发了天道 AI， 却诬陷是我偷窃而发的作品，害得我被赶出了家门，最终被你放了火烧死。这一世，你以为我还会再让你得逞吗？爸妈，天道 AI 是我带着团队一点一点从无到有研发出来的，所有的原始数据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能够帮我证明天道 AI 是我研发的。秦经理，不好了！秦舒瑶仗着集团董事长女儿的身份，把项目组的所有人都开除了，连带着原始数据也被他拿走了。姐姐，既然你说团队有人给你证据，那证据呢？如果姐姐没有证据的话，妹妹这里倒还有个人证。秦总，秦夫人，我能证明天道 AI 是舒瑶小姐做出来的。陈欣欣，做人要讲究良心，我把你从一个小职员培养成业务核心的助理，你却帮着他诬陷我，你还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大小姐，你对我确实很好，但要我帮你做伪证，才是真的昧着良心。秦总、秦夫人，我的话句句属实，的确是秦大小姐偷窃了舒瑶小姐的天道 AI 程序。什么？亏我还觉得秦大小姐是真有本事，没想到只是剽窃妹妹作品的小偷罢了。我们一开始就不该对这个乡下来的黄毛丫头抱有太大希望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没想到内在却一无是处。千兰，你想做出成绩，就该光明正大，靠自己的双手，而不是去靠这种鸡鸣狗盗的勾当。你做出这种事情，就是打秦家的脸。兰儿，你不该剽窃你妹妹的作品，你太让妈妈失望了。人，把他赶出去！我们秦氏集团20周年庆典，不要因为他玷污了这场盛会。等一等，不如让姐姐一起见证天道 AI 的诞生，也算是了却姐姐的梦想了。老家主，这舒瑶大度，事到如今还在为你着想，但你别想着这么蒙混过去。这庆典结束之后，好好跟你算账。秦舒瑶，好戏现在正要开始。姐姐，我要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登上秦家最高的神。我很期待。天哪，这就是天道 AI 吗？我们竟然见证了划时代产物的诞生，算是死而无憾了。可不是嘛，这秦二小姐可真是奇才呀，比那个只会偷奸耍滑的秦岚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各位，现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我潜心研发的天道 AI， 它不仅是一个智能生命体，更是一个可以预测未来金融走向的先锋产物。现在我要邀请我的家人跟我一起见证 AI 诞生的时刻。瑶瑶，不愧是爸爸的骄傲。爸爸，我作为秦家的一份子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爸爸、爷爷，现在只要你们呼唤“你好，天道”，系统将正式启动。你好，天道。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。明天你再陪我演一场大戏，我再给你5000万。
秦岚，你算计我！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关不掉啊？天道，关闭视频！好的，正在为您加大音量。秦岚，等着吧，明天20周年庆，你彻底完了。秦家的继承人只会是我，秦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这视频中的主人不是秦书瑶、秦燕吗？原来他是想把锅甩在自己亲姐姐的头上，栽赃陷害的人原来是他啊！想不到还有2级反转啊！这秦书瑶可真是恶毒，我敢说啊，这绝对是年度最劲爆的新闻！快都拍下来！秦书瑶，这下你彻底完了。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秦岚，这都是你搞的鬼！秦书瑶，你简直忘恩负义！你为了总裁的位置，你诬陷你的姐姐，你看我不打死你这个逆女！汉兰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视频肯定不是真的，有人做过手脚，这个视频是假的，你快帮我解释！对，这视频是假的，是秦总，是他为了陷害舒瑶小姐，找人AI视频合成的。我栽赃陷害，可这 U 盘明明就是你们拿出来的，这程序也是你们自己运行的，难道说这 U 盘是我的，是你们偷了我的程序？难不成这里面的天道 AI 也是我研发的了？看着秦二小姐的样子，估计这程序啊根本就不是她做的，她就是想栽赃陷害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秦家大小姐可真有本事，这下秦二小姐是彻底被反将一军了。你们别胡说，这程序就是我做的。既然这程序是你做的，那这视频也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吗？哎呀，这程序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这程序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这程序确实是我做的，但是这个视频一定是有别人放进去诬陷我的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这视频是你们研发的，那我又怎么把视频放进你们研发的程序里面呢？妹妹，难不成你把我们都当成傻子吗？这秦二小姐说这程序是她写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反倒指认姐姐把视频放到她程序里面，全天下的事情都让她占了。是啊，世上哪有这种道理？该死的秦岚，居然在我这程序里面下套！我要是说这程序是我做的，那就是承认视频是我放的；我要是说程序不是我做的，那就承认我剽窃了他的项目。瑶瑶，我在问你话呢。秦总，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说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舒瑶小姐被冤枉。我曾经在大小姐的办公室看到她找人调查舒瑶小姐，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现在想来，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她让人在程序里动的手脚。秦总，当时我觉得有点蹊跷，就找了那个人。这是我跟那个人的聊天记录。秦岚，你真的找人在你妹妹的程序里面放假视频，你就是为了诬陷她，然后夺走她辛辛苦苦的心血成果吗？怎么又有反转啊？这可比娱乐圈的光还大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妹妹，可是你也没必要放这种视频陷害妹妹啊！爸爸妈妈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，以后让舒瑶还怎么活呀？秦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？兰，你赶紧解释一下，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你确定这视频是我放进去的？大小姐，哪怕您威胁我，我也不可能改口。我只想还舒瑶小姐一个正义。好一个正义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。秦岚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天道 AI 启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主机已经关闭了，天道 AI 怎么还在运行？天道 AI 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工智能系统，而是一个人工智能生命。只要有网络，它就会依托在这个电子世界中生存。换句话来说，只要有网络，它就会一直运行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说这程序就是一生命，那岂不就是说只要有网络，这
这系统就可以一直运行下去，那这计算量将会多么恐怖啊！秦家竟然生出这样一个妖孽，我都不敢想，秦氏如果交到他手上，未来将会成为多么恐怖的存在啊！这不可能，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！你一定在唬大家！你们在电脑里加装的程序怎么可能没有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现在你还想说天道 AI 是你们研发的吗？这怎么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从你打定主意要窃取天道 AI 那一刻起，就早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行了，原来你一直都在算计我。如果你不做那些肮脏的事，又怎么会被我算计呢？秦书瑶，你简直胆大妄为！竟敢在秦氏的20周年庆典上堂而皇之的剽窃你姐姐的程序，你可真是我秦家的好女儿啊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什么人工智能生命？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我绝不相信！天道 AI， 关闭运行！我说关闭运行！天道 AI 是只听命于我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，只有我的命令才能让它重新运行。秦舒瑶，姐姐还给你准备了第2份礼物。天道 AI， 播放第2段视频。舒瑶，你放心，哥会替你解决的。快关了！秦岚，我命令你，快把视频关了！拦住他！秦岚，我求求你，快把视频关了！秦舒瑶，你也有今天。天道 AI 重复播放。是。舒瑶，你放心，哥会替你解决的。我秦燕，只有你一个妹妹。什么？我听到了什么？这秦舒瑶竟然串通哥哥谋害自己的亲妹妹，那她还是人吗？秦家还真是养了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啊！爸爸妈妈，要是他们真的得逞的话，兰儿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听我跟你说，逆女，我打死你！逆女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还躲？秦舒瑶，她可是你姐姐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还是人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听我跟你说，我只是太爱你们了，我怕姐姐回到家就没有我的位置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因为太爱爸爸妈妈。秦舒瑶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秦岚，你什么意思？秦舒瑶，你最爱的不就是秦家财产吗？等你得逞之后，坐上总裁之位，还要把我们一家赶出去露宿街头。逆女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偷盗秦家的财产，把养育你20年的父母给赶出家门。怎么会是这种？就应该被抓起来坐牢。诬陷，这都是诬陷！谁能证明？谁能证明？我能证明。燕儿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不是已经被你找人在监狱里弄死了，对吗？秦舒瑶，我早就算到你会杀人灭口，所以提前让狱警把人救出来。秦舒瑶，你教唆我撞我自己的亲妹妹，还想灭我的口，你的心肠怎么可以这么歹毒？爸妈，我可以证明，他一直都知道我们可以听到他心声。他故意笑我们听到心声，就是为了欺骗我们，夺取我们秦家的家产。他一直惦记的就是秦家的钱。你个心肠歹毒的毒妇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我没有，我不是。秦岚，都是你害的，我跟你拼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压下去，送去警察局，让他在里面待一辈子。秦舒瑶，你终于装不下去了吧？秦岚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走。兰儿，委屈你了。是啊，兰儿，
之前我们眼盲心瞎，听信了逆女的话，现在爸爸妈妈醒悟了，你会原谅爸爸妈妈吗？我愿意。太好了。各位，我秦正海以秦氏公司的董事长的名义宣布，秦岚就是我们将来秦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恭喜！兰儿，你到这儿等会儿爸爸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若萱，我肚子突然有点疼，快送我去卫生间。好。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哼！秦书瑶，庄池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还不快放我！哼，放了你，秦岚，你在我家白吃白喝生活了20年，如今害得我女儿失去了秦氏千金的身份，让我劫囚车才能把她救出来。你现在让我放了你做什么白日梦啊？你们要是不把我放开，秦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呀，还不放过我？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哎，秦岚，你敢跟我争宠，我让你这个小贱人下地狱！秦书瑶，现在秦家正在满世界找我，我劝你赶紧让你这个肮脏的爹躲起来，否则秦家要是找过来，你们都完了。贱人，还敢说！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爸，等等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可以让他彻底没脸活着。秦书瑶，你要干嘛？秦岚，你等着，我保证让你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我保证让你秦家的爸妈再也认不出这张宝贝女儿的脸。你疯了吗？快放开我！秦岚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知死活，非要跟我争宠。你说你乖乖在乡下待着不好吗？非要回秦家。现在好了，你这张小脸都保不住了。你给我滚！瑶瑶，你没事吧？来，你还敢反抗？你这个贱人！爸，你给我摁住他！我要这个贱人的脸，再也神气不起来。秦岚，你去死吧！秦书瑶，放开我女儿！没事啊，没事啊。秦家养了你20年，你是要反了天了吗？爸，你别叫我爸！我们秦家没有你这样的大逆不道的逆女。老爷，书瑶毕竟被你养了20几年呢，你还敢说？让我们秦家给你白白养了20年的女儿，到头来竟然你们2人还不感恩，企图夺走我秦家的家产！你们把他们给我送到东南亚去卖苦力，这辈子不允许他们再出现在我眼前！不要爸爸！老爷，秦书瑶，你才是，给我下地狱！秦岚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
我才是秦家的真把千金。他嘴给我塞起来！不想再从他嘴里听到对我女儿不利的话。老爷，兰儿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以后爸爸一定加倍努力的补偿你。妈也是，这些年我竟然被那个秦书瑶给迷了眼。你放心，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啊，那我们走吧，来，走，慢点啊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揭穿了秦书瑶的真面目。善恶终有报。